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啊。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第91题 ，Decode Ways。这个编号蛮前面的，所以这是蛮传统的题目。那它是说，你有大写的字母 A 到 Z 啊，它把它编码成1到26。好，那基本上你是应该把它解码。比方说我们有一则讯息是11106，那像是如果是你把它分成1、1、10、6这样的情况，它当然就是 AAZF 你当然也可以把它分成11、10、6它就变成 KJF。好，那它这边有一个说明，就是说，你是不能把它分成1、11、06所以06它是不允许的，06是不允许的。好，那就是说，它给一个字串这个字串里面呢，它是有数字请你传回去它可能解码的一个方式。好，那它当然保证它传回去的答案，它会在32位元一个整数。好，那这是它的大概的一个题目的意思。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相关的例子。好，它这边的例子就有说比方说是12的话，你基本上你可以分成1跟2，或者就直接是12所以它就有两种。那第二个例子是226呢，你可以分成2跟26、22跟6，或者2跟2跟6。好，所以总共有3种。那另外06的话呢，因为前面有个0，根据它的规定，这样就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是0。它的那个字串的长度是最长可以到100。那数字当中是有可能是有前面会有所谓的开头会有一些0。如果开头是0的话，那当然就是它没有办法解码那个答案就是0。就像我们这个例题3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看一个解题的一个方式。好，那个解题的方式，当然我们先看这边你要采用所谓动态规划 DP 的话，你第一步就是要先将它的递回式先把它找到。你找不到的话呢，你根本后续就没办法去做了。好，那我们先看左边这边就是一个递回的一个函式所以我们整个解法基本上是从这边开始假设我们将函式的名称定义为成 f 里面的参数是100i。好，那如果说i 等于 n 的话，就 return 1。这个一般来讲，这个就我们讲是递回当中的所谓的 base case。好，那么如果 s 的第 i 个字元是0的话，那它的值是0。那关键就是在这边递回的。那传回去的值是 ans。那一般来讲的话，当然就是它会等于它下一个字元下一个字元带进这个递回i 加1i 加1带进去。那它满足这样的一个逻辑式，它就要考虑它的第下2个。所以这是它原则上它递回的一个解法。好，
那我们怎么把它改成所谓的DP 的方式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改成 DP 的方式其实并不困难，然后我们其实比对一下就知道，你当然前面地方你要先设一个阵列就是我们的记忆体去存放这边当中计算的一个状态值。好，前面这边base case 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这边多加了一行因为我们的初值呢，我们可能先全部都设-1如果它不等于-1，代表它已经计算过了代表它这边已经计算过了所以你就把它计算过的值再把它传回去就好了。然后这边是 si 等于0那你当然在这边你要先把那个值先传递给我们的一个记忆体 dpi 在 i 的那个位置。好，后面这边递回的方式完全都一样。然后你在传值回去之前，当然先要把它值传递给 dp 在 i 的那个位置。好，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基本上我们就可以达到至少是递回版的动态规划的一个做法。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切到LeetCode 的平台，看看我们在以 Python 的方式来实作的情形。好，那我们在这个 LeetCode 平台上，我们已经撰写好一个纯粹递回版的一个程式这里当然没有用到动态规划 DP， 完全没有。那我们先让它执行一次就是说针对这几个比较小的test case， 它应该都 OK 的，先确认它的一个正确性。好，我们把它拉高一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好，那因为这个是 Python 撰写的所以我们这个递回的函数呢，其实我们可以采用Python 当中 FunTool 里面一个 cache， 其实把这加上去，它就变成有记忆的递回那我们再执行一次。好，那其实这样就可以直接可以 submit， 我们试试看。好，我们把这个结果看一下确实是 OK 虽然不是很快，但是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好，那如果说你要自行去用所谓的DP 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体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手动自己去做。所以我们这个 DP， 我们原先每一个都放的是-1。好，那我们总共是有 n 加1个0到 n。那所以如果 i 等于n 的时候这是它的 base case。好，那所以它当然就是传回去的值是1。好，那我们原则上要考虑的这边就是你要加进来的 DP 的部分。所以我们 DPI 如果是不等于-1，我们这时候要 return DPI。好，那在这边 si 等于0，你要 return 0嘛，所以你在 return 0之前，我们将 DPI 设为0
那后面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呢 ，ANS 你在传回去之前 ，DPI 等于 ANS， 好，这我们用手动的方式去把它加进来，好，这样也可以。好，那我们执行一次。好，那我们 submit 一次。好，基本上啊，我们用手动写的它速度反而比更快，好，比刚刚我们用Font Tools cache 还更快一些。